我是训练 YouTuber 鲁罗罗。公子达达利亚在 2.2 版本又复刻了。身为目前复刻最多次以及专属 BGM 最多的角色，在当前的环境中是否还值得抽取呢？而随着专武东极白星的推出后，和其他5星弓比较起来又有什么差异呢？同时，公子零命、一命和满命的差别又是什么呢？这次洛洛也会在影片中再详细解说一次关于公子在 2.2 版本中适合的圣物、组队搭配，同时也会带来更详细的培养和命座抽取建议，也会说明关于新的专武东极白星。若是在考虑要不要抽公子的话，记得影片要看到最后哦。那影片开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公子是5星水属弓箭角色，主要定位是战场主 C， 在非满命前的定位是可以作为上水，主打大招伤害和元素反应的副 C 使用。等级突破后增加的是水元素伤害加成。虽然是弓箭系角色，但其攻击特色是在一技能启动后可以转换为魔王武装的近战状态，透过水元素的双刀进行手感很不错的多次斩击，并且公子还有一项很特别的断流机制。当公子在对处于断流状态下的敌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攻击时，都会触发水元素范围伤害。因此，公子在面对多名敌人时，若被附加断流的敌人数量越多，公子打起来就越痛快。也因此，公子的对群能力很出色，敌越多我越强。若是要知道敌人是否有被附加断流的话，可以查看敌人身上会有一个符号。当敌人身上有断流符号的时候，也就代表此时敌人也是被上水的状态，可以再搭配其他元素做反应。因此，公子也是具备一定的上水能力。此外，公子的普攻和大招倍率都十分出色，即便零命就有非常不错的伤害。唯独在非满命时，一技能若没有控好，回复冷却的时间会比较受限，没有办法长时间战场输出，尤其连击的时候也会感受到不方便。但满命就可以解除这个缺点，达到长时间战场输出的质变。同时也因为公子的其他强度也是在于命座之中，因此满命的公子更可以说是真正玩全体的他，输出手感和整体战斗体验超棒，少了一个命座就好像少了一块拼图一样。这里也再特别说明一下关于公子的核心机制断流。若是刚抽到公子的肉肉可能会对这个机制比较模糊，肉肉在去年一开始抽到公子的时候也是有点不太理解，稍微花了一点时间摸索。技能叙述文案又那么长，但相信前面版本有抽到公子的，现在都应该可以很快了解断流是指什么。我们可以从公子的天赋技能中看到，几乎所有的天赋叙述都和断流息息相关。因此，若是能够让敌人都附上断流，就可以让公子轻易打出非常高频的输出数字。而要附加敌人断流的话，总共有4种方式。第一种是蓄力瞄准，第二种是解锁被动天赋2之后，只要在一技能的近战状态下攻击敌人并产生暴击时，也会对敌人附加断流。第三种是当被附加断流状态的敌人死亡后，会产生断流破，也就是在敌人死亡后所形成的水元素范围爆炸后，被爆炸伤害波及到的残存敌人也会再被附加断流效果，而且断流破的爆炸范围还算大，因此很容易将这个断流效果持续扩散出去到别的敌人身上。再来第4种则是在远程状态下开大招后，被命中的敌人也会被附加断流效果。通常比较常用的都是后面3种，第一种通常可能是在等一技能冷却或是只对单体敌人时才会使用上的断流时机。再来也要说明附加断流效果之后，公子的所有攻击也都可以得到不同的输出效果。断流的基本维持时间是10秒，解锁被动天赋1之后可以再让时间增加8秒。而断流的附带效果中最实用且最容易触发的就是一技能的断流斩，触发后将会造成水元素范围伤害，因此在面对群怪时也有非常好的发挥。第二种断流爆是在公子于近战状态下开大招攻击附加有断流的敌人时，会在大招伤害之后再形成一次水元素范围爆炸伤害，同时解除敌人身上的断流状态。但若是附近还有残血的敌人时，普攻的被动效果断流破也会再被转移到其身上。而另外一个普攻的断流效果断流闪，则是在远程状态时满蓄力瞄准射击命中有断流的敌人时，会造成多段式的水元素范围伤害。公子的普攻主要是6段式的弓箭射击，但由于公子主要的输出方式是透过一技能启动后的近战状态来输出，平常不太使用弓箭进行输出，因此普攻中最重要的其实是断流破的效果，让被附加有断流的敌人死亡后，断流可以转移到附近敌人身上的作用。同时，若敌人身上本身就已经有断流附加的话，还可以再被叠加，因此在一技能启动后的对群能力极强，越多敌人聚集在一起，断流效果就容易叠加越多。
而重击伤害倍率也很不错，不管是喜欢普攻2-3次搭配1次重击的输出方式，或是全靠平 A 的输出方式，公子都能带给你很不错的伤害跟手感哦。一技能是公子的核心技能，启动后公子会由远程状态切换为近战状态，变成类似手持水元素双刃的刺客，普攻形态也会变成6段式的斩击。此时的斩击和重击是基于普攻伤害倍率加成，而在刚切换成近战状态时的瞬间，公子也会对周围敌人造成1次水元素范围伤害。这个伤害和一技能叙述中的断流斩则是基于元素战绩的伤害加成。由于这招真的很强，因此若你不打算冲到满命，就没有办法打得太过瘾。近战状态的持续时间总长为30秒，若在30秒之间再次点击一技能，公子会切换为远程状态，同时进入冷却时间。冷却时间基于你打了多久近战状态计算，会有6秒到36秒的 CD。而若是超过30秒没有切换为远程状态，就会有点类似惩罚的机制，让整个技能需要更长的冷却时间来恢复，长达45秒。因此新手常常在玩非满命公子时，可能会忘记要在30秒内切回远程状态这件事，导致你的公子就要忍受更长的一技能冷却时间，最后跟朋友抱怨说公子好烂哦。但其实就把这个非满命的公子的游玩机制想象成你在 3C 卖场游戏店家外面试玩免费主机游戏，每次要免费游玩公子的超帅气一技能时间就是最多30秒，在这30秒内你都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收手，乖乖的把手把交还回去，就可以再等到下次店家营业时间免费玩下一次，玩的越少就可以越快等到下一次。但若是你不乖或是忘记时间玩超过30秒，店长就会跑过来给你强制关机，并且处罚你要多15秒的时间才可以再玩。所以只要可以掌握在这个30秒之间切换为远程状态的节奏感，就不会让公子的冷却时间等太久。但也就代表虽然公子很帅，但在非满命之前就是最多只能帅29秒，时间一到就要乖乖把手把放回去，而且帅了29秒后还是要等35秒的冷却才能再玩。只有满命的公子才可以直接把主机跟手把带回家，一直玩一直爽啦。大招分成近战和远程状态，远程状态可以射出一发能造成水元素范围伤害的强力箭矢，对敌人造成伤害外还附加断流，并回复20点元素能量。而近战状态时的大招则是对附近敌人挥出一发大范围的斩击，造成水元素伤害之外再引发断流爆。被动天赋1解锁后主要是延长断流效果的时间8秒，被动天赋2解锁后可以让近战状态时攻击的暴击让敌人附加断流效果。被动天赋3解锁后能够增加全体队员的普攻等级+1，是公子有别于其他角色增加探索属性、料理属性、锻造属性以外，唯一给队员带来增加战斗属性天赋的角色。关于公子的天赋技能升级顺序，其实3招都很重要，最好都是要拉好拉满的。而前期可以先主要提升3招到6等，再着重提升一技能和 Q 技能，再按照自己的资源将普攻等级拉起来。公子的天赋突破材料为周1、4日开放的自由系列，以及打愚人众会掉落的徽记。天赋等级6以上会需要消耗打他自己会掉的魔王之刃残片，而等级突破素材需要打 BOSS 纯水精灵取得净水之心，打愚人众会掉落的徽记，以及在郭元阁、瑶光滩海滩上随处可捡的星罗。黎明公子本身伤害就不差，就只是在一技能的冷却时间和切换时机要特别注意，输出上稍微比较受限。一命的公子提升的是减少核心一技能的冷却时间 20%， 若是维持近战状态时间越长，所降低的秒数也越多。若是35秒的冷却时间的话，在解锁一命后可以降低到28秒左右。虽然看起来 20% 好像不多，但若是打算打生境拼秒数的话，还是一个能够考虑提升的命座，加快总体的输出循环。2命的公子是在击败处于断流状态下的敌人时，每名敌人可以替公子回复4点元素能量，尤其在收割完一波群怪，最好一只大 boss 还没死时，大招可能就满了，就可以再做一波爆发带走 boss， 也是很不错的命座提升。而因为公子的大招能量是60点，若是公子有搭配一些能够提供充能加速回复的角色的话，在充能循环足够快的情况下，也不用硬抽这个命座。3命和5命的公子提升的是核心一技能和 Q 大招的天赋等级上限。4命的效果，若此时场上有公子所附加的断流效果的话，每隔4秒会自动触发断流附带的伤害。若是公子为近战状态，则会触发断流斩；若非近战状态或是处于后台状态，则是触发断流闪。4命的主要作用为提供高频率的挂水，即便后台也有作用，不过也因为这个规律的自动触发水伤，若搭配公子本身的普攻伤害时，有可能在和火元素搭配时会强反应，但若是搭配冰元素的话，则能触发很不错的涌动效果。
因此通常4命会看作是直抽满命公子的附加命座，不太会有人为了4命而点亮这个命座。6命就是公子的直变完全体，就如同前面所说，每次只能试玩30秒的时间，限制在满命之后，等于就是把主机手法带回家。只要在一技能近战状态下开大招后，再按下一技能或是时间到回到远程状态时，就可以立即重置一技能的冷却时间。连击时不仅能带出去炫耀，还可以带女性玩家打大部分人最讨厌打的火本，但也不用管冷却时间，只能射箭普攻时带来的尴尬。实际螺旋时也不用心惊胆战的计算一技能开了多久，一直耍帅一直爽啦！基本上公子的强度都锁在命座，每一命都是解锁一个强度，因此所有的命座都是让公子有变得更好用的效果。然而也可以仔细观察，公子的每一个命座提升其实都不是直接的去大幅调整伤害量，因此公子临命时和满命时的总体伤害量或许会有差距，但其实并不大。满命的提升更多是整体的输出流畅度和维持战场主 C 的时间。里面的公子组万达国际队或是魔王武装队就可以有很好的表现，伤害量依旧十分亮眼，而满命当然更加舒服，战场时间更长，花了钱就没有人要管你一技能玩多久，因此会建议抽公子的命座就是0、1、3、6命。0命和1命的差异不大，3命稍加提升核心技能伤害量，满命最为推荐。五星武器的部分在 2.2 版本推出后，最为推荐的就是此次武器 UP 卡池的专武冬季白星。从被动效果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于公子来说是全面性的提升，一技能和 Q 大招伤害量皆提升，并且透过高频的普攻所触发的被动效果覆盖率极高，经常可以常驻在3层以上。而光是精炼1的冬季白星，叠满4层就可以带来 48% 的攻击力加成。满精炼的冬季白星，除了 EQ 技能增加 24% 伤害量之外，满层更可以带来 96% 的攻击力加成，相当于直接送你2个攻击背在旁边。虽然外形可能不算最契合，但效果绝对是当前最完美贴合公子的 OP 武器。不过也因为专武所提供的攻击力加成非常之高，因此若是搭配班尼特这类角色在队伍的话，可以考虑换其他能够增加普攻效果或大招爆发伤害的角色，像是雷电将军或行秋等等。但通常这种情况大概只有你在满精炼的冬季白星后再下去考虑。其次可以选择的5星也非常多，基本上在你还没有抽到冬季白星之前，所有的5星弓对于公子来说都是过渡或是部分契合，像是飞雷之贤阵主属性提供珍贵的爆伤加成之外，公子装备上后的效果是主要提供普攻的伤害输出，因此也适合喜欢打普攻流的公子。另外阿莫斯之弓则是在被动效果方面对于公子来说比较不是那么适配，但本身的基础攻击力白值和主属性还算可用。至于天空之翼则是提供爆率加成的主属性，但也和冬季白星差了10%的暴击率，同时这把弓算是比较容易获取的5星弓，因此在冬季白星尚未出之前，天空之翼可以同时提升爆率和被动提升爆伤的效果来说，也是非常适合公子的5星武器。但若是现在以同精炼等级的5星弓来比较的话，洛洛这边的排名会是冬季白星大于飞雷之贤阵等于天空之翼大于阿莫斯之弓。色系武器的部分，首要推荐满精炼的弓藏，可以增加普攻伤害 80%， 满精弓藏甚至可以超越一些非冬级白星的精炼1、5星弓。其次可以选择机型武器的苍翠烈弓，主属性提供公子很需要的暴击率，并且被动可以提供些微的巨怪效果。再来另外一把主属性提供元素精通的绝弦，则是比较适合用来打反应或是大招伤害的公子使用。最后一把是到期获得的锻造武器图纸破魔之弓，缺点是提供的 EQ 伤害倍率加成并不高，因此洛洛这边将4星武器的适配度排名的话，会是弓藏大于苍翠烈弓大于绝弦大于破魔之弓。公子生用的部分其实有很多流派，但最通用也比较不用拖来拖去的就是2水套加2角斗士，角斗士也可以替换成追忆2件套，同为攻击力 18% 的加成。此外若是想要打大招爆发，也是可以2水套加2宗士，核爆流则是2流浪加2宗士，适合喜欢用公子主打大招伤害的输出配装。而4水套的部分比较适合喜欢打普攻重击流的公子，因为4件套的效果加成只有让普攻和重击增加 30% 伤害，大招和一技能是没有吃到加成的。像是满命公子会长时间战场输出，就会比较适合穿4水套，而若是要走4水套，就不适合再搭配高精炼弓藏，避免稀释普攻伤害。另外也有观众问洛洛公子适不适合穿追忆4件套，追忆套的效果原先就主要是为了牺牲大招以普攻输出为主的萧公所设计的，因此若公子穿上后主要提升的也是普攻的相关伤害。虽然普攻伤害会增加数字也还不错，但同时大招也会减少能量，且普攻伤害加成时间只有10秒，
比较不会常使用公子大招的话才会这样穿。圣衣屋主属性选择的部分会建议搭配双爆属性的理智罐、攻击力趴数的十字沙、水元素伤害的空之杯。副属性的部分则会建议双爆大于攻击力趴数大于元素精通。毕业面板参考，暴击率50%到60%，暴击伤害170%到200%，基础攻击力至少2000。当前公子的最强队伍配置就是万达国际队，主要队员为公子加万叶加香菱加班尼特。即便黎命公子使用这套组合伤害和输出循环也十分出色。输出模式上有点类似国家队4个角色相辅相成，因此队员最好都不要替换。2个4星火神加上可以锁面板的炫火轮，配合公子的近战输出打针发也十分适配。这队伍中的角色最为关键的就是万叶和班尼特。香菱可以换成其他脱手挂元素和公子打伤害或其他增伤辅助的角色，像是雷电将军或是行秋，对群或对单的表现很不错。输出手法会是公子先蓄力瞄准射击敌人上水加断流，再接班尼特开大，再接万叶开大，而后香菱开大，最后公子开大跟后续输出。若是灵命的公子的话，有可能在切到公子的时候会需要等待一下，而若是换上东极白星的公子，最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改成开1加重击叠个几层被动，再切班尼特和后续角色的输出。而若是对万达国际队想了解更详细各队员圣衣屋搭配建议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让洛洛知道，后续洛洛会再准备一集万达国际队的详细教学。魔王武装队的组成为公子加行秋加北斗加满命菲希尔。在万达国际队还没出来之前，魔王武装队也是流行一时的公子主流配对，但万达国际队出来后，洛洛觉得魔王武装队大概就滑到第2名，不过还是可以作为公子的配对思路。感电伤害打出来的数字非常密集跟疗愈，行凶的位置可以换成万叶或是砂糖之类能够减抗染色的风系角色，这对在对群和对单时也都有很不错的伤害。北斗和菲希尔都可以按照主 C 的圣衣屋属性选择思路来穿，若是元素充能效率不够，则可以再看情况调整充能杀。核爆流主要就是爽一波大招的数字伤害在你的社群上炫耀用，也是科长有抽满命公子可以拿来玩的队伍，但基本上这队在大地图探索、副本或神经螺旋中没有什么实用性。公子打核爆的输出手法可以参考洛洛之前做过的莫娜影片了解一下相关机制。输出手法为公子或莫娜将怪物上水，切砂糖1-2下消除水元素附着，并且完成水元素减抗。切班尼特开 Q 大招，切莫娜开 Q 大招。在班尼特大招加成时间内，公子开1技能加 Q 大招，其中最后公子开1技能时要小心不要离怪物太近，以免提早戳破莫娜大招的泡影。若你是强度党考量，公子已经复刻2次了，后面角色越出越多的情况下，还有很多角色还没复刻在排队等着的，不太可能再复刻公子了。因此若你要抽公子，最好就趁现在这个卡池开放的时间内，把你想要拿到的公子命座拿一拿。若你是强度党考量，但是没有那么多资金，就请先看一下你的角色池中有没有万叶和班尼特，缺一不可。因为公子当今最强的组队配置就是万达国际队，就算低命也能很强。若没有的话，目前只剩下第2可选择的魔王武装的感电队。雷达队的话，洛洛自己不太喜欢超载把怪喷的跑来跑去的，而且雷电将军还有更好的位置。其他的公子队伍整体比较起来还是没有万达国际队更出色，加上其他队伍对于所有队员的充能循环和圣衣屋属性非常要求，不然就会落于卡在其中1-2个角色能量还没满，公子不知道该不该开1技能的窘境。这里说的是深境螺旋的环境，大世界探索随便怎么开心组都没关系。而若是女性玩家是公子厨的话，也推荐可以趁卡池复刻抽来放到陈歌湖收藏。因此总结这次的抽取结论：1. 已有公子的强度党，趁卡池期间补到自己能够等上1年不复刻都没差的命座。2. 没有公子、万叶、班尼特的萌新，建议跳过，除非打算直冲满命。3. 没有公子，已有神礼、萧公、雷电将军的强度党，建议跳过，除非打算直冲满命。4. 还没有公子的XP档，可以抽公子收藏，爱怎么抽就怎么抽。这里也补充关于新专武的抽取建议，有人会问萧公或干羽适合抽这把吗？其实这把就是为公子量身定造的武器。萧公的专武飞雷之贤阵也在前阵子出过了，干羽当前最适合的专武也是阿莫斯之弓。虽然抽出来之后也不是不能给萧公或干羽用，顶多就是比拿天空之翼的效果再好一点，但就是没那么适配。氪了一笔钱抽了一把其他角色的专武来给自己的主 C， 其实还蛮诡异的。不如把原石用在其他地方，或是就等专武的复刻，甚至有其他不错的高精炼4星武器，原石规划可是很重要的哦。那若你已经有抽公子，这把武器真低完美适配，因此可以考虑抽个1把给公子。课长也可以考虑满命公子配满精炼东极白星。最后再提醒一些萌新玩家，尽量先有角色再有武器，抽取武器成本较高，先有公子再考虑抽武器，而不要先抽武器结果没角色可以用，最后原石规划没做好，后面没原石抽自己想要的角色。
以上就是关于公子达达利亚这名角色的全分析，不小心又做了很多内容啊，希望提供给要抽公子或是想练公子的肉肉们一些方向。若是还有想了解的主题或是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肉肉都会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实用，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肉肉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乳肉帮会员，每个月请肉肉喝杯鲜奶茶加鸡排。最后喜欢肉肉的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肉肉一个鼓励，喜欢越多给肉肉的 buff 就越强哦。而且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游玩原神，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学YouTuber露露露，我们下次见喽。